欢迎来到早晚听书，与书同行，智慧相伴。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破圈》，出版于2022年8月，副标题是弱连接的力量。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如何借助弱连接来突破现有的人际圈层，实现更广阔的人脉拓展。所谓弱连接，指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泛泛之交，谈不上是朋友，但至少互相认识，有个联系方式。他们可能是你在微信上打过一次招呼就再也没聊过的好友，也可能是不怎么眼熟的高中同学，或者是1年说不上几句话的远房亲戚。这些人脉关系平时可能经常被我们忽视，而今天这本书提醒我们，这群跟你保持着弱连接的点头之交，非但不是你社交圈里可有可无的部分，反而可能在很多时候会成为对你至关重要的人脉。比如我们可能都在朋友圈里刷到过这样的内容，有人在打听某家公司的合作联系方式，有人在征集某个陌生城市的旅游经验，还有的人在咨询哪位专科大夫的医术更高。你发现没有，这些内容的背后多半暗含着一个前提，这些发朋友圈的人遇到了难题，既没有身边亲近的人能派上用场，又不敢随便相信网上陌生人的回答，所以他们干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顺手发条朋友圈，反正通讯录里个录好友都有，万一真有人能帮忙呢？你看，就在不经意间，弱连接已经成了人们捕获信息的一张大渔网。科学作家万维刚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强联系交换人情，弱联系提供信息。这里的强弱联系就跟这本书里说的强弱连接是一个意思。我们都能意识到，通过强连接组成的人情网，也就是那些跟我们关系最紧密的亲朋好友，是我们重要的人脉。但也别忽略了，由弱连接构成的这张信息网，同样也是我们的人脉。而且跟强连接相比，这些弱连接的人脉往往有着跟我们更不同的背景、经历、圈子，所以利用好这些弱连接，我们就更可能做到破圈，实现人际关系的圈层跃迁。这也是本书标题破圈的含义。这本书的作者有2位，说来也巧，这2个人能互相认识。写出这本书靠的就是弱连接。第一位作者叫理查德·科克，是个创业者；第2位作者叫格雷格·洛克伍德，是著名的投资人，在 IBM 和埃森哲2家知名咨询公司都工作过。理查德和格雷格相识，是因为他们都成了同一家公司的股东。假如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就能发现理查德透过4层关系才听说了这家公司的信息，后来又被一位偶然认识的记者说服，所以做出了投资的决定。无独有偶，格雷格也是从一位圈外朋友的手中间接拿到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是没有这些千丝万缕的弱连接，2位作者很可能这辈子都只能是陌路人，由他们合著的这本书也无从谈起。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弱连接在自动发挥作用的真实例证。在这本书里，他们也详细讲述了弱连接是怎么自动运转的，以及我们能怎么让它为我们所用。接下来我就分成3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这3个部分分别对应着弱连接系统最关键的3条底层运行原理，分别是随机才是最有效的、切换连接枢纽、创建新的弱连接，以及用连接构建网络。每一个部分里，我们不仅会讲到这些原理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还会讲到如何对照这些原理开发和维护自己的弱连接系统。好，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说一说弱连接系统的第1条关键运行原理，随机才是最有效的。我们都知道，弱连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在于它庞大的数量。一个人最亲近的家人、挚友可能很有限，而被称作弱连接的泛泛之交轻易就能成百上千。不过泛泛之交这么多，如果一个个的去经营关系，反而会成为我们的一大负累。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的回答是，要处理好弱连接关系，我们就不能集中力气聚焦在单个的人身上，而是要利用好这个庞大网络的随机性。这就是弱连接系统的第1条运行原理，随机才是最有效的。比如在美国硅谷有一个被称作半导体工业源泉的地方，在这里孕育出了曾经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企业仙童半导体公司，以及后来一大批的硅谷初创企业。但是它不是某家科技公司，也不是什么实验室、研究所，
而是一家叫做马车伦的酒吧。为什么一家酒吧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这首先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美国硅谷依靠硅半导体元件的技术创新正在突飞猛进、冉冉升起的时候。在科技公司林立、夜生活不怎么丰富的硅谷地区，一间繁华地带的寻常酒吧就显得尤其珍贵，它成了硅谷青年们下班后首选的休闲场所。穿着格子衬衫的工程师们不光在这里喝酒闲谈，还能和同行一起交流技术细节，跟生产商打上交道。而光临这家酒吧的老主顾里，就包括仙童半导体公司的8位创始人。这8个年轻人在马车伦酒吧碰撞想法，也在这里一起见证了新公司的诞生。后来这家酒吧成了仙童公司的午餐食堂，这就又持续吸引了一大批专注于半导体的行业精英，手握大笔资金的风险投资人，以及嗅觉敏锐的新闻记者。你看，汇聚在这里的顾客形形色色，人员的流动性和随机性很大，并且硅谷技术企业员工的跳槽率很高，来自不同公司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上个月还是在同一个项目组的队友，即使互相没打过照面，也多半会有好几个共同认识的朋友。所以这间狭小的酒吧天然成为一张绝佳的弱连接网络。坐在这里小酌2杯，说不准哪天就能偶然从隔壁桌听到最新的技术动向有哪些，哪家公司又将启动新的生产线，什么岗位最近急缺人才，或者哪位 CEO 刚刚入手了一辆豪华的跑车。以至于早期为硅谷做专题报道，让硅谷这个名字从此流传开来的美国记者霍夫勒，也在马车伦酒吧长期占据着一个高脚凳，他把这叫做收集情报的现场办公室。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对马车伦酒吧的评价是，那里所促成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要比斯坦福大学的研讨会所促成的还要多。马车伦酒吧的案例就能体现出弱连接的那条运行原理，我们无需聚焦在某些特定的人身上，在随机的偶遇中往往就能收获惊喜。接下来我们谈谈能从原理中学到哪些做法。你可能会感觉想找到马车伦这样的绝佳聚集地很难，作者的建议是不用纠结于固定的场所，毕竟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在各种场合结识陌生人，还能主动在业余时间参加更多的新活动。只要我们对新认识的人或新接触的领域保持开放的态度，那么弱连接的数量可能都不需要积累，就会变得很庞大了。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认识新的陌生人比较容易，可是稍一生疏，这些弱连接就有可能随时断开。换句话说，我们要在随机性中保持弱连接的相对稳固。要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就是有意识地思考下一次和弱连接朋友之间的可能联系。比如新认识了一个朋友，我们就可以给他先贴上几个标签。这里的贴标签并不是说要给别人施加刻板印象，制造偏见。标签的作用在于，它能帮我们快速定位一个人所属的各种圈层，比如他的家乡、教育背景、他从事的行业、岗位等等。你还可以顺手利用备注、分组这些小工具来实现贴标签的功能。还有，作者有一个朋友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在与人们见面时快速记下任何他认为将来可能有用的谈话、想法和联系方式。这些做法其实就是在帮我们管理自己的弱连接储备库。这样一来，当你之后有某方面人脉需求，或者希望与某些特定人群加强联系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这些标签或记录，快速锁定符合条件的弱连接人群。总之，给自己打造一个弱连接储备库的关键，不是一味扩大弱连接的数量，而要找准已有的弱连接在我们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做到可以随时检索、随时打通。好，刚才我们讲的是弱连接系统运行的第一条关键原理，随机才是最有效的。要想让这条原理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注意在随机性中保持弱连接的相对稳固。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可供随时检索的弱连接储备库。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从书里可以总结出的弱连接系统运行的第2条关键原理，叫做切换连接枢纽，创建新的弱连接。所谓的连接枢纽，就是我们加入的群体。比如我们升入一所新的学校，跳槽去了别的公司，或者加入一个从没接触过的兴趣俱乐部，就能自动认识一大帮其他圈层的同学、同事和爱好者。
这些都属于是切换连接枢纽。每切换到一个新的连接枢纽，我们的弱连接也会经历一次刷新，而这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实现圈层跃迁的关键跳板。之所以说是跃迁，这是因为切换连接枢纽不是简单的转移，从一个小圈子跳到另一个小圈子，它就像赛车游戏里的一个个加速器，能够不断叠加威力，越早得到第一个道具，就能越快到达下一个加速点，超速完成冲关。反之，失去了道具的加持，就只能匀速地被别人甩在身后。社会学的经典研究著作《街角社会》讲了这么一个案例，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20讲里也曾经提到过。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一个意大利贫民窟里，有一群街头小混混。研究者跟踪观察了其中的2位年轻帮派领袖，一位叫多克，另一位叫奇克。多克聚集了一大帮整天游手好闲的兄弟，长期混迹在街角地带的小吃店、台球馆和各种俱乐部，无所事事。研究者回忆说，这帮家伙到了大概方圆300米开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们吃完饭就去街角闲逛，闲逛完回家洗澡，洗完澡又回到街角，就这样日复一日。并且这群街角青年还构成了一个连接紧密的小团体。他们的准则是，朋友之间必须互相帮衬，绝不做对朋友有害的事，这是每个人都不容置疑的义务。多克作为团体的领袖，始终带头秉持着这个准则，就这样建立起了一个包络着街角青年的连接枢纽。自然，他从始至终一直在帮兄弟们干些日常琐碎的小事，却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被自己经营的人情网络所紧紧束缚。中学毕业之后，多克就进了一家彩色玻璃工厂，公司倒闭之后，很快就失去了工作的兴趣。他于是继续回到街角，消磨时光。和多克从小相识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奇克，他琢磨的是怎么才能摆脱当时意大利移民的底层身份，到更大的世界施展一番拳脚。他先是从认识的律师那里拿到推荐信，顺利进入艾维大学法学院，成为社区里第一个读法学的大学生。以当时的普遍观念看来，大学生身份是成为政治领袖的一张入场券。随后，他又在大学里号召同伴，共同组建了一个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定期组织文艺活动和社交聚会。依托这个连接枢纽，奇克聚集了一大批有抱负的大学生。他们之间的相处准则和街角青年不同，他们追求进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牺牲掉跟一些不思进取的掉队人的友谊。俱乐部作为枢纽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扩大，在后来他们举行的一次奖学金募捐会中，奇克甚至请来了州长、最高法院法官和意大利移民区的重要人物，受到了一众赞扬。这类的活动为奇克走向上流社会播撒了更多的弱连接。后来，奇克登上政坛，当选为波士顿市议会会长。简单总结一下，以多克为代表的街角青年群体和以奇克为代表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之所以会走上2条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切换连接枢纽的灵活度。街角青年用一张互相负有义务的网，把所有人牢牢绑定在了一起，虽然连接紧密，却也让人难以挣脱。而案例中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拒绝被朋友束缚，而是选择成为彼此某段旅程中的同路人，同时不停地寻找更有价值的连接枢纽，时刻准备着为自己创建更多的新的弱连接，打开一片更大的天地。好，刚才说的是弱连接系统的第2条运行原理，切换连接枢纽，创建新的弱连接。下面我们还是来说说书里跟这条原理相关的行动建议。首先是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切换枢纽。书里给了2条重要的考虑维度，一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身处的某个枢纽在价值观上已经跟你不合拍了，那么就应该果断离开，去寻找新的跟自己价值观一致的枢纽。比如在刚才的例子里，奇克原本也身处混混群体，但他后来意识到了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跟其他混混的价值追求并不一致，于是就果断地选择离开这个群体，去加入新的群体、新的枢纽。另外，还有一条关于切换枢纽的考虑维度，就是你能从这个枢纽里学到多少东西。这一点对于身处职业成长期的人来说尤其重要。作者采访的一些成功人士告诉他，
自己会以学习为基本点选择枢纽。比如你刚进入一家公司，能学到很多新东西，但是逐渐的做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能学到的越来越少，更多处在一种吃老本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安于现状，如果不能为自己找一个新的技能突破口，找到新的学习目标，那么可能就是时候考虑转移到另一个枢纽了。因为处于一个能够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知识的环境，对于一个身处职业成长期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说完该在什么时候切换枢纽，再来说说怎么切换枢纽。我们都知道，去往一个全新枢纽的时机有限，所以更多时候我们都处在寻找机会、积蓄力量的状态。怎么才能提前做好切换枢纽的准备呢？最传统的，搜集信息、有针对性的投简历，这些我们就不说了。从弱连接的角度，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可以主动的跟那些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圈边缘的人制造更多交集。比如在学校的学生会里，跟你不同学院只一起组织过一次活动的人；在公司里，跟你不同部门只有过1-2次业务交集的人；在羽毛球俱乐部里只一起打过2次羽毛球的人；又或者跟你处在不同行业只有过1次合作经历的人。相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朋友来说，这些处在交际圈边缘的人干的事跟我们有差别，背景经历、生活圈子也不尽相同，所以就更能变成我们向外触及其他圈层的突破口。比如他们可能会介绍给你几个自己的朋友，邀请你去参加其他岗位的业内交流活动，带你尝试一项新的体育活动，认识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这样一来，你和其他的连接枢纽之间就打通了关系，说不定也会变成其中关键的一员。总之，即便没有直接的机会接触其他圈层，我们也能在已有人际交往圈的边缘探寻，一点一点地向外突破。好，刚才我们讲的是弱连接系统运行的第2条关键原理，叫做切换连接枢纽，创建新的弱连接。下面再来说说从书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的弱连接系统运行的第3条关键原理，叫做用连接构建网络，也就是把你现在拥有的那些分散的弱连接相互连接起来，构成网络。对于网络这个概念，我们都很熟悉了。人际网络就是一组相互连接的人，他们可以相互通信、共享信息、分工合作，做成很多单个人无法做成的事情。比如要建一栋大楼，一个人再有钱、再有能力，也没法自己完成。但是如果他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交网络，动员起网络中的伙伴，有人出钱，有人有技术，有人找工人，有人谈地段，那么可能就可以把楼建成。这里说的楼其实指代的是很多我们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没法把握住的机会。网络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把网络中每个人所携带的资源都连接起来，让这些资源充分流动，这样网络中的每个人都相当于是拥有了这张网络中所有人的资源，自然也就能做成很多凭一己之力做不到的事情。网络跟弱连接之间的区别在于，弱连接是双向的，而网络是多向的。比如 A 和 B 认识， C 和 D 认识，这就是2对弱连接。如果有一天 B 和 C 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他们又介绍了另外2个人相互认识，那么这4个互相认识的人就形成了一张小型的人际网络。这就是一个简略版的用连接构建网络的过程。用连接构建网络的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把看似不相关的人连接起来，比如李雷托你帮忙一件事，你发现虽然自己没法帮忙，但是恰巧知道一个朋友小明可以帮忙，那么就决定作为中间人介绍他们认识。又或者你的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最近遇上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找人咨询，正好你在参加同学聚会，其中有几个同学从事的是法律行业，所以你征得了这几位同学的同意，在聚会后把这位设计师朋友叫了过来，几个人一起喝了一会儿茶，聊了聊朋友面临的问题。再或者你只是在一次行业论坛上介绍自己认为靠谱的几个行业精英相互认识，交流一下各自目前关注的业务，这些都是在主动的把看似不相关的人连接起来。作者认为这样做的收益会远超过我们付出的一点精力成本，因为连接他人的人也会被他人连接。我们在努力地把连接构建成网络的时候，不仅是在加固我们原本已有的弱连接关系，也是在向这些弱连接朋友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我的人际观念是非常主动、开放的，我愿意主动去搭建更多的弱连接。那么，接收到这些信号的人，也会更愿意把自己认识的人介绍给你，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愿意动员自己的身边的资源来帮助你。这样，你的人际网络也会不断拓展。还有一种用连接构建网络的方式，是把不同的关系网络连接起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时身处于很多个小的关系网络里，比如你的同学圈子跟你的工作圈子就是两个不同的关系网络，你的高中同学圈子和大学同学圈子也是两个不同的关系网络。你在工作中从一个部门被调到另一个部门，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也都会在旧关系网络之外又开辟出一张新的关系网络。而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契机，成为两张关系网络之间的连接者，那么就能够帮助解决很多原本在单个关系网络里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自身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被放大。有一本叫《人类网络》的书提到了一个概念，叫结构洞，说的就是如果两个网络之间不存在任何连接，那么从结构上看，这里就存在一个空洞，这就是结构洞。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身边的结构洞，比如在公司里，部门跟部门之间就存在结构洞。假如你能连通两个部门，你就占据了这个结构洞。在网上，公司跟公司之间，行业跟行业之间都存在结构洞。你占据的结构洞越大，连接的网络之间的距离越远，它带来的收益就越大。好，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回顾一下，所谓弱连接，指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泛泛之交，谈不上是朋友，但至少互相认识，有个联系方式。跟亲属、挚友等强连接相比，这些弱连接的人脉往往有着跟我们更不同的背景、经历、圈子，所以利用好这些弱连接，我们就更可能做到破圈，实现人际关系的圈层跃迁。在今天的解读中，我们一共总结了弱连接系统运行的3条关键原理。第一条叫做随机才是最有效的。弱连接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能依托庞大的节点数量，随机掉落意外的惊喜。要想让这条原理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注意对新认识的人或新接触的领域保持开放的态度。另外，要有意识地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弱连接储备库，让它可供随时检索、随时使用。弱连接系统运行的第2条关键原理是切换连接枢纽，创建新的弱连接。切换新的连接枢纽，就是经历一次弱连接的刷新，这个过程就很可能帮助我们实现圈层的跃迁。突破圈层的功夫不在一朝一夕，多去结识处在现有交际圈边缘的人，我们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弱连接地图上又往外拓展了一步。弱连接系统运行的第3条关键原理叫用连接构建网络。当我们把身边的弱连接主动连接成网，就能把网络中每个人所携带的资源都连接起来，让这些资源充分流动，做成很多原本凭一人或几人之力做不到的事情。用连接构建网络的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把看似不相关的人连接起来，这个过程不仅能加固我们原本已有的弱连接关系，也能释放一种积极的社交信号，帮我们触发更多新的弱连接，拓展我们的人际网络。另外一种方式是把不同的关系网络连接起来。作者提醒我们，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契机，成为2张关系网络之间的连接者，那么就能够帮助解决很多原本在单个关系网络里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自身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被放大。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早晚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与书相伴，智慧人生。我们下一本书再见。